白萝卜加一包，止咳化痰还润肺。如果你最近咳嗽不停，你分不清是寒咳还是恶咳，这个白萝卜煮水一定要记得。如果是喉咙又干又痒，咳也咳不出什么痰，这大多数是燥咳，可以用一小袋白萝卜切片煮水，再加一勺蜂蜜。蜂蜜能润燥止咳，这两者搭配就适合肺虚燥咳、咽干少痰这些情况来用。如果你咳嗽总咳一些白痰总觉得鼻子不通气，一直流清鼻涕，这大多数都是外感风寒所引起的咳嗽，这可以用白萝卜加生姜切片一起煮水，能够祛风散寒、化痰止咳，就适合外感风寒引起的感冒、咳嗽、咳痰这些情况来用。如咳嗽总咳一些大黄痰，这大多数是风热犯肺或者是风寒化热引起的热咳，可以用白萝卜加川贝一起煮水喝，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你记住了吗？I wanna hold them like they do in Texas, please. Fold them, let them hit me, raise it, baby, stay with me. I love it. Love game and do it. 你这个手脚都冷得像个冰块了。来，舌头伸出来我看看，那又直又暗，是不是平常小腹还经常隐隐作痛啊？对，而且平时生理期还总是会痛经，又很怕冷，对吧？你这是典型的血虚寒凝症状这样。你就跟我把这个方子记住了，回去好好用上。就用2味药来炖个羊肉汤，又好喝又实用。它就叫当归生姜羊肉汤，还是出自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的。这个当归可以补血活血，生姜可以温中散寒，加上羊肉3个一起下去煲汤，就可以温中补虚、养血虚寒，就适合你这样血虚寒凝引起的手脚冰凉、小腹隐隐作痛这些情况来用。记好了，回去可要用上啊。女性肝不好，简单2个方子煮鸡蛋。肝不好的女性看起来就比同龄人更加显老，脸上爱长密密麻麻的小斑点，头发也是一抓掉一大把。中医常说，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春属蒙，对于人体守肝是养肝护肝的黄金时期。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养肝的小方子：第一，白芍、香附各10克，陈皮6克，一起煮鸡蛋，能疏肝理气、养血柔肝，适合肝郁气滞引起的脸色发黄、长斑、嘴唇发白的人。第二，取当归、枸杞各10克，红枣3颗，一起煮鸡蛋，可以滋补肝肾、养血安神，适合肝血不足引起的头发发白、干枯掉发、眼睛干涩的人。这2个小方法你记住了吗？蒲公英煮鸡蛋，调理一身的结节，路边不起眼的蒲公英千万不要小瞧它了，它有着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这里蒲公英的4种搭配，帮你调全身不同部位的结节。给它记好了：第一，肺结节，经煸制后可以用蒲公英10克搭配金银花10克一起煮水喝；第二，甲状腺结节，经煸制后可以用蒲公英10克搭配白梅花5克一起煮水喝；第三，乳腺结节，经煸制后可以用蒲公英10克搭配玫瑰花5克一起煮水喝；第四，淋巴结肿大，经煸制后可以用蒲公英10克搭配野菊花10克一起煮水喝。你都记住了吗？代谢慢，减肥难，记好用减肥水，错过可就吃大亏了。有这么一种体质的人减肥特别的难，明明吃的不多，但体重还是蹭蹭往上涨，舌头上还总是有一层厚厚的舌苔，整天只想躺在床上不想动，特别的难。从中医上看这都是脾虚痰湿体质。经煸制后可以试试这个简单的小方子，你取荷叶5克、薏米仁10克、山楂1到5片，一起放在壶里面，加热水泡了5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荷叶或薏米仁清热祛湿，降脂减肥；山楂能帮助消化。都学会了。我是老梗，我是新梗。我们在发病前至少1周给你们打个招呼。出现这些症状的时，一定要及时就医。我的招呼是会让你忽然觉得头晕、手脚麻麻的，看东西不清楚。虽然一天内会慢慢好转一点，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突然冒出来了。我的招呼是让你左边胸口头发疼，呼吸不顺畅，疼痛还会从肩膀一直传到前臂，甚至还会有牙疼、胃疼，吸油也不管用。我急性发作的时候会出现恶心呕吐、手脚歪斜、言语障碍、肢体麻木等等。我急性发作时会出现心前区的疼痛、发恶、出汗、血压迅速下降等症状，对持续时间超过半小时。对付我一般要用溶栓和动脉曲栓，可以打通血管。对付我一般用介入治疗，通过导丝将支架或者球囊送到冠状动脉进行支架植入或者血管扩张。
我是血虚，我是气虚，我会让你睡不好觉，睡着了呢很容易做梦，醒来还能记住梦里面的内容。我会让你整天睡不够，睡不醒，睡醒了呢还是会感觉很累，如没睡一样。我呢会让你变丑，掉头发，皮肤干枯暗黄，脸上还容易长斑。我呢会让你变懒，不想说话，不想动，稍微动一下就出汗，做什么事情呢都提不起精神。我呢就喜欢那些经常熬夜刷手机或者呢长期贫血的人，我就喜欢那些动不动就节食减肥、营养不良、长期劳累的人。其实对付我呢，一个金缕方就够了，那就是华珍汤；对付我呢，一个金缕方就够了，那就是四君子汤。都学会了吗？我是畏寒，我是畏恶。我俩的症状刚好相反，被我缠上会让你怕冷，喜欢喝鹅水，我会让你上腹部冷痛，有时候还会听到胃里面咕噜咕噜的水声。你要是被我缠上了，我会让你怕鹅，喜欢喝凉水，经常会感觉这个上腹部很烫，像会被火烧一样，吃点鹅的东西会更难受。我呢会让你的大便比较稀，容易拉抖子。我呢会让你大便干结，排便难，2到3天了才去上一次厕所。我会让你不适饮食，面色苍白，四肢冰凉。我呢帮你骑得多，饿得快，而且呢不容易胖。我最怕你对我温中散寒，我呢最怕你对我清热泻火，都知道了吗？苹果的4种养生搭配调理一身的小毛病。第一个，苹果红枣水能够调理脾胃，补气养血，适合气血不足、体质虚弱、消化不良的朋友。第二个呢，苹果山楂水适合脾胃虚弱、积食、斗志大的朋友。山楂呢能够消食化积，苹果能健脾，一起煮热后能做消化。第三个，苹果加红糖、干姜适合脾虚、斗志大、夜尿多的朋友，可以益胃温中、伤寒止痛。第四个，苹果加玫瑰花枸杞能补肾益精、疏肝解郁，适合爱生气、眼睛干涩、胸内胀的朋友。这几个搭配呢虽然简单易做，但一定要经过医生辩证后服用。45岁以后做体检，不要听别人瞎忽悠，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一遍，完全没必要。其实咱们常规的体检呢，你就做好这4个就是关键。第一个就是肺部 CT， 看看肺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肝胆脾肾的 B 超，检查一下内脏；要是女性的话呢，再加个子宫附件的小超；第三个就是颈动脉彩超，看看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心脏的超声。一般呢这几个检查就够了。家里的丝瓜烙千万不要随手就丢了，你把它晒干处理一下，这是一味宝贵的药材，能够疏肝养血、通经活络。如果你经常腰疼腿疼抽筋或者睡眠不好，在中医看来，这多半是痰湿阻滞、气血不足、肝气郁结了。我们经辩证后呢，取丝瓜络5克，去核大枣3枚，生姜3片，花椒1小把，入水当茶喝，那个疏肝养血、通经活络，都记住了吧？体检查出脂肪肝，记好简单2招，胜过一堆药。很多朋友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就觉得反正四肢不胖，就是呢斗志大了一点，减减肥就可以了，拖着不管。结果下次体检呢，不仅脂肪肝变严重了，甚至还发展成了肝硬化。这简单2招你要记好了，可能实现逆转脂肪肝。第一，花脂柔肝颗粒是专门对付脂肪肝的一线用药。从中医上来看呢，脂肪肝多是因为食物在身体里面堵住了，肝功能失调，痰湿就堆积在肝脏里面，这时候就需要清热利湿、化浊解毒、去瘀柔肝。经辩证后就可以用花脂柔肝颗粒来调理。像经常肝脏隐隐作痛、浑身没劲、容易疲劳、容易累、还没有胃口、吃不下饭的脂肪肝患者就很适合。第二个可以取山楂3克、5克决明子煮水代茶饮，适合有脂肪肝、胃口不好、缺乏无力的朋友。枕头底下放3宝，边睡觉边调理脾胃。哎呀，我跟你说，要是你脾胃不太好湿气重，老是觉得累，晚上睡不好，那你可以试试这个小妙招，买点白芷、苍术、丁香包起来，做成一个小香囊。这3个油都是属于芳香类的药材，对燥湿健脾挺有帮助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这香囊放在枕头边，闻着那个药味，在睡梦中呢慢慢辅助调理这个脾胃，都知道了吧？容易累是气血不足，入睡难是气血不足，爱掉发也是气血不足。调理就记好这一招，便宜又好用。第一，容易累是气血不足，气血不足时脏腑功能活动会减退，属于疲劳。第二，入睡难呢也是气血不足，血不养肝，肝阳就会扰动心神，从而导致入睡困难。第三，爱掉发也是气血不足，发有血之余，气血亏虚呢就容易掉发，伴随面色发黄、长斑，甚至早衰。这个时候补气血，千万不要再去跟风买一大堆的保健品了、补品了，钱花了不少，气血也没补上来。记好临床一个食用对症药益血金颗粒，它是少数能调气养血，还能直接补血的国药准字号中成药。里面的黄芪和红枣
是补气血的经典搭配，还加入能够直接补血的血红素铁、药食同源的药材，药性比较温和，也不太容易上火。你出门呢，包得放几袋，用温水冲泡一下就能喝了。那用药呢，务必请问诊，国药准字号，你都记下来吗？大便呢都在肠道里，你就记好一个中成药变通胶囊，帮你快速解决排便困难的一个难题。便秘呢很长时间了，不管你怎么时间，那就是拉不出来。其实啊，这不一定就是大便堵在肛门口了，还很有可能是肠子蠕动慢。很多人去做检查，通过肠镜发现肠子里面堆满了粪便，换肠之后呢，当时是解决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堆满了，又拉不出来了。其实这种便秘问题啊，主要是你肠道蠕动功能太差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促进恢复肠动力的中成药变通胶囊，它是在医圣张仲景的经方自足汤的基础上，加入了肉苁蓉、当归2个油，能够健脾益肾、润肠通便。不管是饮食不规律引起的习惯性便秘，还是上了岁数啊，肠道动力不足或者脾肾不足，平时排便无力的，都可以用它。都晓得了吧？苹果煮水喝，调理一身的小毛病。长期喝苹果水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哦。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苹果的4个养生搭配，不知道或者是错过了，你可就回答喽。第一个，苹果加山楂，这个搭配呢，可以消食化瘀、行气散瘀，就适合脾胃虚弱、肚子上的肉多、腹胀，吃点东西就积食、消化不良的朋友。第二个，苹果加红枣，可以调理脾胃、滋补气血，适合体内虚弱、消化不良、气血不足的朋友。第三个，苹果加干姜红糖，这个组合呢，可以益胃温中、散寒止痛，适合于脾虚、斗志大、夜尿多的朋友们。注意糖尿病人群不用红糖哦。第四个，苹果加玫瑰花枸杞，有补肾益精、疏肝解郁的作用，适合那些动不动就爱生气、内血痛、肝眼花的人。都记好了，请你记住啊，口袋里面放一个小香囊，可以调理身体结节。我们中医认为啊，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以及国内肌瘤、息肉、囊肿，大都与肝气郁结关系密切。那么可以试试往口袋里面放一个小香囊，或者放在枕头边。香囊里面用到的都是一些芳香化浊的中药。咱们呢取蒙香、佩兰、香附各10克，然后用纱布包起来，做成香囊，随身携带。经常闻一闻。药性呢以呼吸的方式游走全身经络，可以疏肝解郁，调理身体结节。你们可要记住了，这古代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一点麝香，当然了，那个就更好了。可是现在麝香你肯定是搞不到的。巧在你们眼中不起眼的药，它就是黄金。它在中医眼中可是一个宝啊！如果你是既有肾虚又有气虚，看完它后再也忘不了。民间也叫它鸡头根，不仅补气养阴，还健脾润肺益肾的功效，能入脾肺肾3经。如果是既有气虚又有肾虚的朋友，可以用10克的黄金泡水代茶饮。收藏好了吗？今夜无眠难入睡，不知你爱着谁。30岁，看你这个气色，比你这个起码减老10岁，一点劲都没有，脸又黄，明显的气血不足。那我告诉你2味药，党参20克，能益气健脾；红枣10克，能健脾补血。平时你在家里厨房就可以达到了。5克之后，小火慢炖几分钟，就适合你这种气血不足的女生。记住没有？看你样子像睡着了。方式才3分钟。哥是年轻的时候太放躲了，现在太敏感了。是吧？很多小伙都是你这种情况。来，小头给我看看，口干口渴吗？都有。哎呀，这舌苔这么黄的，你这个情况可能是食热下注、热老金死所造成的早泄。给你敲个方子，去好好用。取黄芩5克，栀子2克，龙胆草5克，加水煮65分钟再来喝。回去记得好好用啊，不要堵结子。主任，那你跳的这些舞啊，就是花里胡哨的，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其实我跳的这个舞啊，还真不是花里胡哨的。我们说的是跳舞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中医宝库里面的功法，在一种轻松的状况下去完成它。这个跳舞怎么可能头发给跳掉了呢？这肯定是一句玩笑话。无论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秃的？看来你这朝朝不离我的头发啊！最主要的就是在早期嘛，会经历一些什么感情的挫折啊，比较犯郁闷的事啊，不到30岁就过了。就你这么有才华，年轻的时候也会感觉受到挫折吗？这个问题无可奉告，男人的魅力不在于头发，在于能力。别拿我老头子开心了。农油工，减肥专用。你与我三人行间，好摆破凌晨，闲暇问季节，愁不几遍时。哎呀，这嘴巴怎么这么臭啊？是不是还觉得干干的、苦苦的？这个可能就是肝胆湿热、心气不能上行所导致的。男的怕你学不会，我举个简单的3个花泡水喝，好吧？金银花、蒲公英各3克，菊花加上1克，开水冲泡以后啊，把它当代茶饮泡着喝就可以了。
夏天湿气重，陈皮泡水喝。尤其我们南方地区，夏天不仅炎热，而且湿气也重，而这个时候就可以泡点陈皮。陈皮啊，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给大家分享几个陈皮泡水的搭配啊，记不住点赞收藏起来。厨房这个致癌物很难发现，而且家家户户都有，那就是蚝油。它要是在常温状况下存放啊，就很容易发酵变质，尤其是随手就在灶台上，再加上天气又很热，炒菜时周围的温度又很高，放坏后长出的霉菌各式各样，其中可能就有黄曲霉菌，它是一类致癌物，致癌作用非常强，它会导致肝癌、直肠癌、乳腺癌等等。如果蚝油没有用完，就存放在冰箱冷藏，这样就可以保持蚝油的粘稠度，防止变质，避免长毛。点赞转发，把健康知识转给你的家人。想要把脾胃养好，不注意这5点等于白养，尤其是第5点尤为重要。第一，晚饭要早点吃，最好在7点钟左右，因为睡前这段时间呢，脾胃要休息了。如果您还在吃东西，强行的让它工作，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脾虚。第二，晚饭要少吃油腻的食物，这些食物不好消化，晚上这脾胃运作它功能也比较弱，吃了以后会增加脾胃的负担，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脾虚。第三，晚饭吃7分饱就可以了，因为到了晚上，我们脾胃就进入休息和养护的这个状况，这个时候就要减小它的工作量，如果还是吃的很多，就会加重脾胃的负荷。第四，经常打嗝、反酸水的朋友，晚饭最好不要喝粥，也不要喝太多的汤水，以免反酸水。第五是胃寒的朋友要注意了，晚饭不要吃凉的食物，不要喝凉的饮料，因为本身你的脾胃就有虚寒，再加上晚上阴气也重，这样寒上加寒就会导致我们的脾阳亏虚。大家记住了吗？要想脾胃好，吃对饭很重要。我给大家总结6句话，你的脾胃会一天比一天好。第一，不要吃太热或者太凉的食物，我们的胃很娇弱，太烫的食物容易损伤胃黏膜，太凉的食物容易导致胃寒，出现腹泻等问题。第二，一定要吃早餐，不吃早餐，胃酸没有食物可消化，就会损伤食管胃黏膜，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胃溃疡等疾病。第三，饮食一定要规律，不要饥一顿饱一顿，人体是有始有终，到点就会分泌胃酸，如果不进食，就同样会损伤胃黏膜。第四，一定要细嚼慢咽，囫囵吞枣或狼吞虎咽，不利于食物的消化。第五，少吃一些外卖快餐，平时饮食结构要均衡，也就是所谓的肉、蛋、蔬菜、果，还有五谷杂粮都要合理的摄入。第六，尽量清淡饮食，辛辣的食物会刺激胃肠，损伤胃黏膜。这6点脾胃的小建议，您记住了吗？当舌底出现黑筋，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体内有瘀滞，通常说的叫有气滞血瘀，有淤血。我们中医说淤血一堵，百病丛生。这个现象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有2点啊。第一个就是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因为这个循环它是有一个推动力的，这个气血亏虚它会导致这个气血流通不畅，它就会出现瘀滞。其二的话就是情绪的一些这个影响，情志郁结，心情很不好，内郁它也会影响这个循环的畅通。然后女同志呢情绪化啊，它容易出现这个肝气郁结、生气啊、内郁，在这方面它会表现得更突出一点。中医让你伸舌头，那么到底看的是什么？这个望舌，舌尖往往代表着心和肺，舌的2边代表肝胆，舌的中间它代表是中焦，就是脾胃，然后舌根呢它代表下焦，就是肾。如果我们脾虚、湿气重，那么舌的2边会有明显的齿痕，如果气血不足，那么舌的颜色可能会比较淡。如果阴液不足或者脾胃不足的人，那么他就会出现舌体有裂纹。如果有肾阴虚的人，那么他的舌根就会有一些缺失。如果体内有积食，那么舌苔一定会厚腻。如果体内有热，它会出现舌赤红。如果有血瘀，舌苔上会出现一些瘀斑瘀点，或者舌下有那些黑筋。以上都是比较常见的舌苔，但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在流程走全才能下一个结论。看舌苔属于望诊的一部分，通过望诊望舌来分析我们体内的一些情况。如果你想要脾胃好，那你的晚饭就不能随便乱吃了。以下几点记得点赞收藏，别等到时候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了。第一，晚饭要少吃，你晚上要休息，脾胃和你一样也是需要休息的，所以你要减少它的工作量。如果你吃多了，那它晚上还要继续工作，
可能就会出现胃胀、反酸、胃痛等情况。记住，胃也是有情绪的，就好比你老板晚上叫你加班，你会开心吗？第二，少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比如油腻的、有肥肉、油炸的食物哦，辛辣的像火锅、辣条哦，过甜的像巧克力、奶油、蛋糕了等等，这些都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如果说你真的想吃，可以选择在中午吃，因为晚上脾胃的运化功能相对比较弱。第三，如果你经常嗳气、反酸、打嗝，那你晚上不要喝太多汤汤水水的食物，尤其是油腻的食物不要吃，否则容易出现反流的情况。昨天是不是熬夜了？对，但我今天下午一样了。看来你还是没明白为什么叫你早睡。睡眠它不是睡多少时间的问题，而是时间段的问题。我们人体有个生物钟，中医称为子午流注，晚上11点到3点，这是肝胆经络旺盛的时候。如果睡觉就赶上了，晚睡呢就只补充一点。五脏在古书中为五脏，脏的就是人体的精华。如果总是戒，一般人戒个15年左右，身体就垮了。不要觉得自己现在还年轻，感觉你还有资本熬得住，你再这样继续下去啊，一到40、50岁病就来了。兄弟们，不要再熬夜了啊！生姜3个小搭配，只要几块钱，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对付脾胃问题，简单又实用。咱们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第一，生姜加红枣，生姜5片，红枣3枚，泡水代茶饮，能够温中补气，改善脾胃虚寒。第二，生姜加花椒，生姜15克，花椒10克，煮水泡脚，有助于温经散寒，活血通络，同时还可以杀虫止痒。第三，生姜加葱白，生姜5片，葱白2根，煮水喝，能够疏散风寒，缓解风寒，感冒导致的鼻塞咳嗽，你记住了吗？记得点赞收藏。人们常说脾胃虚则生百病，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因此调理脾胃格外重要。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大多数因为脾胃虚弱的人导致的神疲乏力、气胆懒言、口舌干燥的方法。淮山药30克，去腥的莲子30克，芡实20克，茯苓10克。淮山药是补脾养胃，莲子是可以补脾止泻的，芡实是可以补脾祛湿，茯苓可以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这几样东西可以打成粗粉来煮粥，也可以直接煲汤，经常吃，对脾胃虚弱的人有好处。你学会了吗？点赞转发给家人吧。很多人都会出现肚子胀、大便不成形、脾胃不好。我来教你一招，既简单又方便。经常肚子胀、排气多，容易粘马桶，同时呢，全身疲乏无力、懒洋洋的不想动，觉得浑身不舒服、不清爽，这可能就是脾胃不好的信号了。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用茯苓15克、炒白扁豆10克、陈皮5克、煮水40分钟，每天坚持喝一杯。关注我，把健康知识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家人。这个方法呀，一般的人都不常开，在我们医院呢，我经常用。脾胃好啊，肾气足啊，才能够少生病不生病。今天我就把它公布出来，赶紧点赞收藏。用淮山药15克，炒鸡肋筋3克，泡水，每天2小杯，连续3到5天，不仅能够调理脾胃，还能够增强肺的功能。这个办法呀，在中医里面叫培土生金。不要以为中药服用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个是很有讲究的。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他就详细的提到了，如果你的病在胸膈以上，那么你要在饭后服用；如果您的病在心腹以下，那么应该在饭前服用；如果病在四肢血脉，应该在早上空腹的时候服用；如果病在骨髓，应该在饱餐之后服用。请您点赞加关注，把这个健康知识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很多人一吃就拉肚子，或者吃完饭没多久就想大便，这是怎么回事呢？通常情况下，有这一类情况的人一般都伴有慢性的肠炎，或者是肠易激综合征等这一类问题。中医认为这是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导致的。因为脾虚比较重，就会脾虚气陷，固摄无力，导致顽固不化的情况。上面所讲的吃啥拉啥，经常性的腹泻，就会影响身体对食物的吸收，吃了等于白吃，长此以往，不加以调理改善的话，就会造成营养不良。那应该怎么办呢？吃完饭以后不要立即喝水，这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日常要少吃辛辣、刺激、生冷油腻的食物。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高营养、高蛋白的食物，比如鱼虾、蛋奶、豆制品等等。哎呀，真的不建议你们冬天频繁洗澡。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黄帝内经》说冬三月闭藏，那闭藏呢，就是要关闭所有的开泄气机。你频繁洗澡，阳气外泄，不利于我们肾经的闭藏。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每天洗澡会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越洗呢越干。所以啊，这个冬天呢，我们可以试试每周2次的频率。I wanna hold them like they do in Texas, please. Fold them, let them hit me, raise it, baby, stay with me. I love it. Love game, intuition, play the cards. 你们都别急了，排队。医生，送什么礼物给另一半，他才会高兴啊？你送他一个有钱随便花，最高兴的。来，下一位。医生，我亲戚催我结婚怎么办？把你亲戚给娶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下一位。医生，我脚臭怎么办？来，把口罩戴上。下一位。医生，我现在拍照，为什么没以前好看了？现在的手机像素可比当年那些手机的像素高多了哦，不是你自己问题。来，下一位。医生，我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都会为了吃什么而感到头疼，这该怎么办呀？你这个该吃头疼药了。下一位。红枣煮水的5种搭配，女生每天喝一杯，补气又补血。红枣大家都不陌生吧？单用它就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今天给大家分享它的5种搭配，不仅好喝，还很养生，尤其是气血不足的女生，每天都可以煮一碗来喝。第一个，红枣搭配枸杞和桂圆，能补气养血、滋补肝肾。像气血不足、面色和嘴唇苍白的女性，可以每天喝上一杯。第二个，红枣加当归，能够活血调经、润肠通便。适用于气血不足、月经不调或者是经常便秘的人。第三个，红枣加陈皮，有益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适合脾胃气虚、湿气重的人。第四个，红枣搭配枸杞、菊花，能清肝明目。像是平常眼睛干干的，看东西总觉得模糊、有重影或者嘴巴发干的人，可以试一试。第五个，红枣加生姜和红糖，能补中益气散寒，适用于脾胃虚弱、有一点冷、胃就难受、有风寒、经常痛经的女性。你学会了吗？眼花要补肝，口苦要清肝，白发多要调肝。中医教你煮一碗汤来喝。为什么说养肝就是养命呢？因为肝呢为百病之源，像我们平时常见的很多种病都和肝脱不了关系。首先，肝开窍于蒙，肝血不足，眼睛就易干涩难受，老想用手去揉，那看东西就有重影。第二个，肝胆互为表里，肝火上炎，就会把胆气带上来，就会觉得嘴巴发苦。第三，发为血之余，肝血不足呢，它就会容易干枯发白掉落。今天邵主任可以教你一个小方子：当归10克，红枣5克，带芯的莲子10克，一起煮水20分钟，然后煮个5分钟后，再加入10克的枸杞，适量的冰糖。这煮出来的汤啊，味道甘甜，还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简单好操作，家里就可以做。黄芪泡水的5种搭配，补脾养肝又补肾。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黄芪。今天跟大家分享黄芪的5种泡水。
水搭配，帮你补脾养肝又补肾。第一个，黄芪配枸杞，能养血生津，益精明目，适合肝肾不足、眼干眼花、腰膝酸软的人。第二个，黄芪配西洋参，能益气养阴，固表止汗，适用于气虚导致的肾脾乏力、走几步路就容易出汗还起痰的人。第三个，黄芪配当归，能补气养血、调经止痛，适合气血不足、面色苍白、心慌心悸、月经不调的女性。第四个，黄芪加桔梗，能补益肺气、消瘦止咳，适合肺气虚、经常感冒咳嗽、咳不恶痰、气胆乏力的人。第五个，黄芪配桂枝，能益气通脉、温经和血，适用于气血不足、肌肉疼痛、肩膀麻木的人。大家都学会了吗？告诉我，苍天对你在呼唤，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千山万水不寂寞。你来过年华飞传说，百里杜鹃不掉落。我梦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相思。心脏最喜欢你深蹲1分钟，肝脏最喜欢你扇泪1分钟，肺部最喜欢你开胸1分钟，脾脏最喜欢你扭转1分钟，肾脏最喜欢你垫脚1分钟。五脏最喜欢的5个动作：心脏最喜欢你拍肘窝1分钟，肝脏最喜欢你伸懒腰1分钟，肺最喜欢你深呼吸1分钟，胃最喜欢你揉肚子1分钟，脾最喜欢你拍腹股沟1分钟。谁跟你说早上起来一定要喝杯水的？你不能看别人这样说你就这样做。像你这种寒性体质啊，早上起来你人是醒的，只是脾胃还没完全醒呢，水啊是阴性的。你要是起来呀，咕咚咕咚一大杯喝下去，那就阻止了脾胃的阳气啊，这样一整天呢脾胃都没办法正常运化。你要是喜欢口渴啊，喝个1-2口，润一下嘴巴就可以了。毕竟脾胃啊，它也像一朵娇嫩的花，需要阳气吧，不能一大清早的你浇上一盆凉水上去，那怎么能养好脾胃呢？实在是想喝，你可以早上炖一点姜汤水来喝嘛，你回去喝记好了。痰湿中来长结节，用好2根小野草。结节啊，在我们中医上讲，是体内湿气过重，水湿啊不能正常运化，长期下去啊就形成了痰湿，瘀滞在不同的部位啊，就容易形成结节。平时啊，人看上去脸色也比较黄，精神差得很，稍微干点什么事呢，就累得不行，舌头一看呢是又胖又大。有这么2个小野草，平时到处都找得到，一个是猫爪草，一个是车前草，搭配起来用啊，能够化痰散结、解毒消肿，还能祛湿呢。适合像有胃肠息肉、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等等问题，痰湿比较重的朋友来用，一定要记好了。